很多人以为扩散模型是最近2年诞生的，其实它在远古的2015年就被提出来，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很多人以为扩散模型是最近2年诞生的，其实它在远古的2015年就被提出来。当时索尔、迪克斯坦等人在论文利用非平衡热力学的深度无监督学习中提出了扩散模型的想法，但当时训练太慢，生成的图片质量太模糊了，完全比不上同时期的生成对抗网络 GAN。 发布后基本没掀起什么水花，根本没人关注，一直到2020年乔纳森·霍在论文《去噪扩散概率模型》中提出了更高效的训练方式，显著地提高了生成图片的质量，让扩散模型生成的图片首次达到甚至超越了 GAN 模型的。从这一年开始，扩散模型重新被业界广泛关注。说白了，就是尖子生才会被注意到，差生根本没人管。从2020年到2022年，各大厂商相继拥抱 diffusion 模型，推出相应的产品，像 OpenAI的DALL-E 2就转向了，不再像DALL-E 1用逐字生成的方式。谷歌的 Image、Hugging Face、Midjourney 等等厂商都开始推出扩散模型。扩散模型在2020年到2022年彻底流行开，在2022年成为了整个图片生成的行业主流模型。从2022年开始，扩散模型就在图像领域君临天下，一直到现在，市面上的所有主流模型使用的图片生成方式都是它。扩散模型生成图片的过程呢，可以用米开朗基罗的名言来概括：雕像本来就在石头里，我只是把不要的部分去掉。扩散模型从一张完全随机的噪声图片开始，然后去掉一点噪音，再进行第2次去掉一点噪音，通过这种循环迭代，不断去掉一点噪音，最后生成清晰的图片。这种从杂乱无章到完美清晰的逐步演变，就跟米开朗基罗做这个雕像的过程是一模一样。详细的具体过程是这样啊，初始先随机生成一个噪声图片，这个就是我们要用到的素材，每次生成这个噪声图都是不一样的，是完全随机开始的。然后把这个噪声图片输入到扩散模型中，去除一点噪声，得到去掉一点噪声后的图片。那模型怎么知道要去除哪些噪声呢？我们在输入图片的同时还输入2个内容。第一个输入是我们到底去除后要生成什么目标图片，也就是用户输入的图片要求，例如野生 AI 产品。那模型通过这一个要求就知道要生成什么样的图片，从而知道该去除什么样的杂讯讯号。第2个输入的内容呢，就是去噪的步骤序号。模型根据这个步骤序号来判断当前已经进行到去除噪声的哪一步了，是在画轮廓阶段，还是已经在精细雕琢的阶段。通过额外输入的画图目标和去除噪声步骤，模型就知道我收到的这张图片应该去掉哪些噪声。生成去噪后的图片之后，再把这个图片输入到模型中，再经历一次这个过程，又去除一点噪声。每一次去除噪声的时候，都会输入当前的图片要生成的目标是怎么样的，和现在进行到了哪一个去噪的步骤。这样循环多次之后，直到最后一个去除噪声的步骤完成，我们就得到了最终想要的图片。在这个过程中，总共的去除噪声步骤有多少步是提前设置好，不是由模型决定的。原始论文中的扩散模型是1000步，但现在很多模型呢会在训练阶段用1000步，到用户使用的推理阶段会用一些技巧把这个步骤压缩到20到50步。就像画画的时候可以细细的涂抹1000次，也可以练就技巧压缩到20次，一样能画出美丽的画作，但生成速度那就要快多了。整个过程呢，就看到那个图片从一开始的雾里看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慢慢的出现一些轮廓，再到人物隐约的出现，直到最后完全清晰。整个图片生成过程就是模型不断的预测去除噪声 denoise 后图片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就像做雕塑，不断把没用的石头扔掉，最终剩下就是我们想要的。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我们下节继续。想了解更多多模态细节，关注一下再走。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